Hello，你好，我是 BB。今天呢，来到我自己的秘密基地来录这支影片，这边比较不会有人打扰。今天我们想来回答几个大家在学习吸引力法则的时候可能会有的疑问哦。今天的回答也是来自吸引力法则大师 Abraham Hicks 的哦。有人就问啊，我已经很试着让自己很正面、很开心了，可是如果身边的人都很不开心、很负面，那我该怎么办呢？ Abraham 就说啊，你们会遇到，其实一定是因为你们的频率很相近的关系才会遇到，所以也不能完全责怪另外一个人。在任何情况呢，你都要很清楚知道你想要什么，你要很意志坚定的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想要的东西上面，不管另外一个人在想什么，不管他是不是给你很多负面的情绪，你一定要 focus 在自己正面的思想，还有你想要的东西上面。这样子，你们遇到的一些冲突点啊，都会很神奇的解决哦。宇宙一定会想办法让你们很圆满的都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还有啊，很重要的就是你在跟这些人互动的时候，也许你只互动个5到10分钟，那你就觉得他很负面嘛，不想要理他。其实那5到10分钟也不会让你马上就开始吸引一些不好的事情来发生。但是呢，你们常常都在离开之后，然后去回想这件事情，去生气，去讨厌对方，或者是找别人去讨论，去骂这个人。例如说，你骂你的同事啊，骂你的老板啊，回到家之后就一直在抱怨工作啊之类的，就让你原本那5到10分钟的体验变成好几个小时。因为你常常会花很多时间来回想这些负面的事情，我们希望你可以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把注意力放在你想要的事情上面，你就可以消除你的负面情绪了。下次你在遇到这件负面事情或负面的朋友的时候，你就可以训练自己，不要去 focus 在他说的话，不要去 focus 在你们的冲突。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吸引力法则就再也不会带给你类似的体验了，因为那些负面的思维早就已经远离你的心灵了。再来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我都不去看新闻，不去看那些负面的东西，然后我都只专注在自己的兴趣、自己喜欢的东西上面，这样子我是不是有点鸵鸟心态呢？就是把自己的头埋在沙子里面，假装这个世界上都很完美，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这样子是不是很鸵鸟呢？Abraham 就说啊，这个世界就像是一个 buffet， 在 buffet 里面呢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食物，这个世界里面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事情、人、事物。来这个世界上的人有很多，每一个人喜欢的事情都不一样。来吃这个 buffet 的人也有很多，每一个人喜欢吃的东西都不一样。你在吃 buffet 的时候，你会去管别人吃什么吗？你看到你不喜欢的食物的时候，你也不会站在那边骂这个食物很难吃吧？你应该是赶快去夹你想要吃的东西啊，对不对？你不可能在原地就说哦，我讨厌芋头，你为什么要有芋头的料理嘞？你要赶快去夹意大利面啊、苏西啊，你喜欢吃的东西啊。而你看到别人在夹你讨厌吃的食物的时候，你也不可能骂他说：“你凭什么？你为什么要吃这个芋头讨厌的东西？”你不可能去阻止他们啊。他有想吃的东西，尊重他，想吃芋头就给他吃。你也有你想吃的东西，你就要 focus 在你喜欢的食物上面。在 buffet 里面吃自己喜欢的东西是很正常的，没有人会说你很自私，说你是鸵鸟心态。为什么你只吃你喜欢的东西，不去吃芋头嘞？没有人会这样说。同样的道理，这个世界上有各种你喜欢的东西跟你不喜欢的东西，你只要 focus 在你喜欢的东西上面就可以了，也让别人去 focus 在他想要的东西上面吧。你们的世界自然而然就会分道扬镳，走入自己的世界。这有点像是火车，有不同的月台，有一些是要南下，有一些是要北上，还有很多不同的支线。你站在月台等车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对面的月台的人也在等车。虽然你看见他，但是你们要坐的车子是不一样的车子，你们会到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你看见他的时候，你也不用骂他说：“你为什么要去跟我不一样的地方？”也没有人会说你很自私你怎么可以只去你要去的地方？你不跟我一起去我要去的地方？所以啊 ，focus 在自己喜欢的东西上面，绝对不是自私的行为，也不是鸵鸟心态。其实从小到大啊，都没有人教我们吸引力法则，我们都是自己摸索、自己去学习的。学校从来不讲这件事情，家长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没有人教你这件事情，大家都是在跌跌撞撞中去学习。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创造了很多我们不想要的3D 实像，我们不知不觉中吸引了很多我们不想要的事情发生。可是现在呢，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是非常强大的创造者，
我们可以吸引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也可以吸引任何我们不想要的东西，因为我们就是这么强大的创造者。现在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可以有意识的去创造我们想要的人生，我们想要的实相。所以 focus 在你喜欢的东西，绝对不是鸵鸟心态，也不是自私的表现哦。好，这就是今天的分享。我的频道里面还有很多关于吸引力法则或者假设法则的影片，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哦。可以订阅我的频道，我还有很多有趣好玩的事情要跟你分享哦。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